晚上好呀。讲到巫师，我们大马人第一印象想到的可能是以前新闻的那些经典画面，就像是新冠病毒袭击大马的时候，有个嬷嬷徒手抓病毒，是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啦。可是它的视觉效果绝对是满分的。还有就是2014年的时候，有个马航370事件，当时鼎鼎大名的一个人物就站了出来，他就是马来西亚鼎鼎大名的拉加伯莫，也就是我们这里的巫师王。可是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封给自己的啦。他直接跑去机场大厅，还带着他的神器4件套、2粒椰子、2个竹筒、1个鱼笼和1个拐杖，他就在现场那边摇啊摇，摇啊摇。其实啊，他就是想用传统的巫术帮忙找寻失踪的飞机。虽然很想笑，但是我还是忍了下来，还对他们进行了研究。椰子的用法以前是这样的，就是做法过后把椰子放在地下滚，然后椰子滚向哪一个方向，就代表那个方向有问题。竹筒其实就是他们的望远镜，可以透过法力在竹筒中间看到远方的地方，就像周星驰的天眼通。至于鱼笼，应该是拉加伯莫自己发明的，这个很可能是源自渔网。以前渔网呢是在施法过后可以用来捕捉一些恶灵所用的，就很像我们华人电影中也有出现这样的画面。可是拉加伯莫就用它来抓飞机，至于飞机可不可以装进去我就不知道了。还有就是它的法杖，一般这个法杖的使用方法就是指向某个人的时候，可以把那个力量集中在一起传导出去，就有一点像放大镜那样的感觉，又或者像哈利波特那样用来指引法力用的。也可能在对抗恶灵的时候用这个法杖作为武器或者保护罩。你们看，这些东西原本都是有正经用途的，但是被他这样子一组合哦，就很想笑。不过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些新闻误导啦，真正的马来巫师根本不是这样子的。今天就给大家正经的介绍，马来巫师其实分为4大类型：嬷嬷、独棍、巴旺和比丹。这4个类型，他们都是可以和神沟通的，看起来有一点类似，其实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开始咯。独棍其实是最低阶级的，他的工作就有一点像护士，也有一点像草药师。他的工作就是处理一些小 case 罢了，就很像小朋友生病啦、骨折啦、中毒啦，他会通过祈祷和神明沟通，然后神就会给他一些启示，就会教他这个病应该要用什么草药来医治。过后他就会在神明的指引下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大部分都是很基本的东西啦。总之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护士这样子就对了。不过呢，他身上有一些特别的神器，就像护身符或者一些驱邪用的东西和爱情药水等等。至于爱情药水的效果怎样我就不知道啦，反正我也没有机会用。也有一些地方的嬷嬷也做这些，不过真的是不多啦。可是问题来了，要是遇到大 case， 就像他们医不好的病，或者遇到很凶的邪灵，还是有人用黑暗法术干坏事的，如果独棍解决不到的时候怎么办？是不是就要找嬷嬷了？可是基本上嬷嬷都是住在深山野林隐居的，他们都潜心修炼，基本上不见外人。如果我们遇到麻烦要找嬷嬷啊，真的是不知道要去哪里找啊。当然那几个特别搞笑的网红就除外了。这个时候独棍其实就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因为独棍可以找到嬷嬷，独棍和嬷嬷的关系就有一点微妙，就有一点像是他的助手或者徒弟。还有我刚才讲的那个爱情药水、护身符等等，大部分其实都是嬷嬷给他的，所以独棍就像是我们和世外高人连接的一个桥梁。当然随着学习和修炼，独棍也可以升级成为真正的嬷嬷。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探索嬷嬷这个深不可测的世界。其实啊，嬷嬷有分很多种，有嬷嬷巴达、嬷嬷乌鲁、嬷嬷三道、嬷嬷布鲁巴，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嬷嬷。他们其实就有点像专科医生，就像眼科医生啊、外科医生啊、脑部医生啊，嬷嬷也一样。不可能我们脚痛去看眼科医生的嘛，对不对？其实嬷嬷也像这样，他就只是在行他的领域。嬷嬷除了擅长治病，也会驱邪，也会算命。可是嬷嬷也有分好和坏的，好的嬷嬷会让你爱情变得顺利，
他会求神帮忙，可以减少水灾，可以驱赶邪灵，减少病毒、瘟疫等等等等。可是坏的波莫就有一点点危险，他也一样有自己的专科。有些坏的波莫晚上会派出有鬼仔穿进你家的时候，你可能还在睡觉，到你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有东西不见了，可是你却完全不知道昨晚你家到底来了什么。有的擅长下毒，但是这种毒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毒药，它可能是无色无味混在食物里面，吃下去都不知道，或者他们会在物品上下毒，总之就是让你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中招，身体和精神一天一天的垮掉，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的还精通下降头，他们会用邪术控制你的心智，让你变得不像自己，可能心情会突然大变，可能会变得痴痴呆呆的，或者是对某个人言听计从，就像爱情降头。其实也和泰国的降头术差不多的，想着就让人背后发凉。有的就专门搞意外，他会用法力去影响你周围的那些环境和因果，让一些灾难性的意外找上你，而且一切看起来就像是巧合，让你根本发现不了。有的甚至还会养小鬼，这些大部分的小鬼都是用来打探情报、监视敌人，也或者他会操控一些比较猛的小鬼来进行复仇计划，非常的阴险。可是不管好的还是坏的，他们也绝对不是万能的。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他们就像是一个专科医生，一个会治病的波莫，他不一定会治疗蛊毒；一个会下降条的波莫，他不一定会算命。总之，他们就是各自有各自的领域。但是这些听起来很厉害的黑暗波莫，有些在互相斗法，打来打去。可是他们的法力再强了，也有一个人他们是绝对不敢惹的。接下来的这个角色才是真正隐藏不露的大佬。一个帕旺可以变成波莫，又或者是兼职波莫，可是波莫却不可以成为一个巴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职权范围完全不同。波莫和督棍的服务对象是人，处理的只是人的病痛和厄运，而巴旺他的服务对象是一整片地方的自然生态和灵界生态。每个特定地盘都有一个巴旺，也就是讲他们都有自己的地盘，有自己的任务。就像是他的地盘上的鬼怪那些就归他管，他的地盘发生什么灵异事件，他们就要去处理。当然他是不可以刻意去骚扰那些没有冒犯人的鬼或者黑暗波莫，他也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可是督棍和波莫要是不懂规矩的，他们在他的地盘上面乱用法术，越界惹了事，那么巴旺就必须出手来维持这个世界的正常秩序。他的法力当然就是最强大的，而且很多事情都是他说了算，就很像是这个地方不可以起楼，这个湖不可以填，这个森林不可以砍，这里必须建一个寺庙，等等等等，这些都归他管。他的工作内容可以讲就是守护一大片土地的自然平衡。曾经甚至还有一个巴旺被封王，当时他的身份几乎就高过我们这里的领导人。这里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很有名的巴旺，也就是巴旺弄，他也是一名波莫。在1907年的时候，他就开创了一个村子甘蹦乌鲁切嘎，他也是马来武士老师，他也把一种很猛的武功希腊传给了他多位徒弟，流传至今。讲到希腊啦，不是开玩笑啦，以前我看到那些人在那边表演希腊的时候我就很想笑他们。直到有一次我真正看到一个会希腊的人，他在那边打架的时候，我就真的震惊到了。那时那个人一打3，几秒钟就解决了他们，看他的动作都是慢慢的，别人打过来的时候他都是刚刚好躲开罢了，然后反击的时候看他动作也不快，可是就是没有多余的动作了，他就这样干脆利落的啪啪啪3拳，那3个人瞬间倒地不起。恐怖的是，那个拳头打在那个人脸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那个人的脸是瞬间扭曲的，非常的恐怖。那个画面如果你们看到过后，绝对不会小看希腊的。而巴旺弄就是一个武术和巫术都顶尖的绝世高手。他最有名的地方其实还是治病，当时要是有人患了严重的疾病，都是去找他的。那个时候的他几乎可以算是神医了，最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贡献，也展现出各种各样的神迹。最后他就被彭亨的苏丹封了个称号帕旺迪拉加，也就是巴旺王。至于他是不是真正的巴旺，我们就不知道了。
而最神秘的巴旺，可能我们看不见，或者我们看见了也发现不了。可是他却一直在暗中保护我们。在马来社会里，其实有一个这样子的传闻，就是整个马来西亚其实很可能就是被一个巴旺在暗中管理，而我们却不知道。如果督棍和波莫要去跟巴旺斗法，那么就是以卵击石的，就有点像一个护士要去挑战院长的感觉。好了，那么接下来就到 B 蛋。其实 B 蛋跟这3个就有点不一样，它有点像波莫，又有点像督棍。不过 B 蛋最擅长的是治疗疾病和一些接生的问题，大部分的妇女问题都是由它来解决的。它擅长用一些草药配方来让妇女洗澡，洗完澡后就可以增加自信，或者是有人要是碰到了肮脏东西，要怎么去处理它们呢？不过它最主要的工作其实就是接生婆。以前年代医院就不多，乡下要生孩子的时候都要靠 B 蛋，他们可以帮这些产妇顺利的生产，有的还会剖腹产。还有就像是怀孕的时候要吃什么啦，生完过后要吃什么啦，产后要怎样护理啦，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啦，这些都要靠他们。当然，他们这些知识其实就是来自他们的神，所以他们在进行每一个仪式的时候都会在念着咒语。巴旺守护的是3地大河，波莫只是专精于某一领域，而督棍就像是处理社区日常事务。那么 B 蛋守护的就是每一个家庭的生命起点。马来武术其实是一个结构清晰、分工明确的体系，绝对不是新闻你看的那些搞笑画面那样的啊。那个人就算他真的是波莫，也绝对是一个半桶水的波莫。他的这些道具也可能是祖上流传下来的，不过真的是很佩服他啦，没有这个能力却敢跳出来表演哦。所以其实不是传统本身可笑，而是那些滥用传统的人，让它变成一个笑话。希望你们看完这期视频过后，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马来巫术的世界。为了可以更深的研究这些正在消失的传统，最后我想请大家帮个忙，如果你们有认识或者听过一些有本事的波莫或者督棍的，希望你们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想去拜访一下这些高人。想要哪一种法力加持的，就自己动手咯。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拜拜，我们下期见。